从今天起，我是吴家大当家的。我宣布。哎，事儿还没说完呢，怎么就走了？这看。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这女人进六传厅就不是好兆的。算了，这个六传厅啊，以后别让她再进来。行啊，既然他不愿意参加六传厅的晨会，那么以后所有的会，他都不用参加了。小欧，哎，帮我拿个挖耳勺来。好。我就不明白了，当初你为了拿到示意堂的大印，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，怎么他们让你交，你就交出去了？当初我要的示意堂大印，是想通过这大印把这三院团结起来，做些大事。但现在，这二叔四叔话里话外的不信任我，我再强留这大印也没什么意思了。所以我就更不明白了，吴家三院能有今天，全靠你。眼看着日子才刚刚兴旺起来，他们就过河拆桥，不让你当大当家，这也太那啥了。所以干脆啊，我连六传厅都不去了。那你甘心吗？当然不甘心啊。不过我做了这么多年大当家，也该歇歇喽。对，让他们也尝尝当大当家什么滋味儿。看人挑担不吃力，让他们也吃吃苦、受受累，才知道你这些年做得多不容易。等他们挑不动这担子的时候，自然会来求我。原来你打的是这主意啊！哎，不过错过机器织布局真是可惜。还有那赵大人，我在他面前夸下了海口，现在食言了，他肯定要骂死我。二爷，这是彩象节册、存余节册总册。这是交关总、货总、杂项总部总部。这是日清部、货清部、银星部，还有货清部里面的进货部和销货部。这是草流、细流。竟然需要这么多账簿啊！我们西院没这么多账目，生意不照样做吗？土尔丹有13种货品，共24个类，交由我们转发给东南、西南、江浙的37个客商。同时，又有36家客商的45种货品交由我们转发给土尔丹。这其中又牵扯了若干的镖局与马队，各家的账期不尽相同，各家的扣点也不尽相同，哪怕是同一家发往各地的价格，也许都会不同。张管家，您说需不需要这么多的账簿啊？好了，以后就有劳舒先生了，我倒是料得轻松了。二爷，我这儿有一些事情要跟张管家交接一下。啊，说吧。你记一下。不用，我脑子能记得住。那你听好了。好，江苏皇家要的昆仑玉马上就要到泾阳了，
但是通威镖局的老爷子没了，3个月之内他们不走镖，我们必须马上另换一家镖局，才不耽误送货。上月那批皮毛本来说好了是佟家收，但是蒙古有家商人要跟我们抢。伊犁过来的马在路上水土不服死了2匹，这个亏损由谁来承担？必须马上定夺。湖南马家送来的砖茶有100箱质量欠佳，马家不同意退货，这事儿也得立刻交涉。那批丝绸，图尔丹要得很急，江南曹家实在忙不过来，年底肯定交不了货，这事儿也得想个办法。还有这，王世军，周莹当家的时候，每天也要料理这么多事吗？二爷，比这还多1倍，因为您刚刚接手，有些不太着急的事情，就先搁那儿。你等等，我还是记一下吧。好，从头说。江苏皇家要的昆仑玉马上就要到泾阳了。